大家好，今天我不讲深奥的道理，我要跟属鸡的老朋友们说一件要紧的事。什么叫定海神针？就是你在最乱的时候能稳住自己。属鸡的朋友，你记住，2026年下半年最要紧的不是去抢多大财，也不是去争一口气，而是要守住自己。你得少去2个地方，少管2类闲事，少接一些不该接的因果属鸡的人。平时脑子快，反应灵，遇事也爱讲道理。可下半年最怕的就是太相信自己的判断。你觉得自己看得清，听得明，结果一脚走进混乱里，才发现很多事情不是靠聪明就能脱身。我今天说这番话，不是吓唬老朋友们，也不是让你们整天疑神疑鬼，真正的提醒是让你提前知道哪里要避开，哪里要放慢，哪里不能硬碰硬。下半年有些路看起来很顺，其实暗藏破耗；有些人看起来很熟，其实会消耗你的福气；有些地方看起来热闹，其实会让你的心乱财乱人也乱。属鸡的朋友，你在五行里带金，讲究亲民，讲究分寸，也讲究脸面。可下半年火气偏旺，节气一转，人的情绪容易急，事情容易快，话也容易冲。黄历里常讲，火旺则金受炼，练得好是磨出光，练不好就是损气伤身。所以属鸡的朋友，下半年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不要把自己放在太吵、太乱、太急、太压抑的地方。如果你听到这里，心里觉得有点对得上，也请老朋友们顺手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点个赞，在评论区留一句万事谨慎，平安顺遂。你留下的不是一句普通的话，而是给自己立一个提醒，告诉自己下半年凡事慢一点，看清一点，别被别人带着跑。很多属鸡的老朋友，过去几年靠的就是一股精神，别人犹豫你敢决定，别人糊涂你看得清，别人拖拉你马上行动。这个优点平常很吃香，做生意也好，帮家里拿主意也好，处理人情往来也好，你常常能把事情理出头绪。可下半年这个优点如果用错地方，就会变成压力。因为下半年最明显的气场，不是一下子来一个大冲击，而是先让你心烦，再让你判断变急，最后让你在不该点头的时候点头，在不该出面的时候出面，在不该去的地方去了。很多麻烦不是一天来的，是一连串小事推出来的。今天多说一句，明天多帮一次，后天多走一趟，最后发现自己被卷进别人的是非里，想退已经不容易。属鸡的人最怕的不是没本事，而是太爱把事情看明白以后就插手。你觉得自己是在帮人，其实可能是在替别人扛灾；你觉得自己是在讲公道，其实可能是在把自己推到风口；你觉得自己是在守情面，其实可能是在消耗自己的好运。下半年一定要记住，不是每个局都要破，不是每句话都要回，不是每个人都值得你费心。第一个要少去的地方，就是人多声杂、情绪重、是非多的热闹场所。这个地方不一定是很危险的地方，很多时候它看起来很正常，可能是牌局、酒局，可能是朋友聚会，可能是投资说明会，可能是亲戚之间争论不断的场合，也可能是某些人很多话、很多情绪很冲的地方。你一进去就感觉大家都在说，大家都在劝，大家都在推，好像不马上决定就会错过什么。属鸡的朋友下半年最怕这种气场，因为你本来就反应快，别人一激你，你容易马上接话；别人说机会来了，你容易马上分析，
别人说你不帮忙就是不够义气。你心里虽然不舒服，可还是可能出面。偏偏下半年很多事情最忌当场决定，越是热闹越要忍，越是大家都说好越要停。这种地方的可怕，不在于它一开始就让你受伤，而在于它会让你的心失去平衡。你本来可以慢慢想，结果被现场气氛推，马上答应。你本来可以旁观，结果被一句话拉进去。你本来和事情无关，结果因为在场，因为认识，因为点头，因为签了一个字，因果就落到你身上。老朋友们一定要记住，下半年属鸡不能乱当见证人，不能乱当中间人，不能乱替别人担保，也不能乱替别人做决定。尤其是有人吵架，有人借钱，有人合作谈不拢，有人要你出来评理的时候，你要先往后退半步，不是让你冷漠，而是保护自己。属鸡的朋友嘴上带风，心里有尺，可下半年火气一旺，话一块就容易伤人。你本来只是说一句实话，对方听了可能变成刺。你本来只是提醒一句，对方可能觉得你在看不起他。你本来只是帮忙分析，最后事情错了，别人又说是你出的主意，这样的事下半年特别容易发生。所以第一个地方不只是某一个固定场所，而是一类气场。凡是让你心跳变快，让你情绪变冲，让你觉得非马上表态不可的地方，都要少去。凡是有人大声争执，有人情绪失控，有人带着你一起骂，一起怨，一起赌气的地方，都要避开。凡是说话不清楚，钱财不透明，责任不明确，却一直催你决定的地方，更要远离。下半年属鸡的朋友遇到这种场合，要学会说3句话。第一句，我回去想想；第二句，我不方便现在决定；第三句，这件事你们自己商量，我不插手。话说的平和一点，态度稳一点，不要争，不要解释太多。你解释越多，别人越有机会把你拉进去。很多老朋友会说，我都这把经验了，什么场面没见过。可我要提醒你，过去能看清，不代表下半年每次都能看清。气运不稳的时候，人最容易在熟悉的地方犯错。属鸡的朋友下半年不是没有聪明，而是聪明容易被情绪带偏。你明明知道不对，可现场一热，心一急就会想，不如我来处理吧。这个念头一出来，麻烦也就来了。黄历上看，下半年节气变化快，特别是从夏末到秋初，火未退金又起，人的口舌是非容易变多。属鸡的朋友本身与口舌判断脸面有关，这时候最怕争输赢，最怕一句话不服，最怕为了面子把自己推上台。下半年你宁可少赢一句，也不要多惹一事，宁可被人说你谨慎，也不要被人拖进是非。有些地方一进去就让人兴奋，大家都说能赚钱，大家都说马上要涨，大家都说机会难得。属鸡的朋友听到这些，心里会开始盘算，因为你本来就会算，会看细节。但越是这种场合，越要记得，真正稳的机会不会一直催你，真正清楚的合作不会怕你多问，真正可靠的人不会逼你当场点头。下半年，凡是牵涉钱财、合伙、担保、借贷、投资的热闹场合，属鸡的朋友一定要慢3拍，不要因为面子签字，不要因为亲戚开口就答应，不要因为朋友说只差你一个就加入。你的福气不是拿来替别人补洞的，你的运势也不是拿来给别人试错的。第一个地方还有另一种表现，就是让你身心很累的场合，喜宴、丧事、冲突场、医院、探望场、官非，
针织厂。不是说这些地方完全不能去，而是下半年属鸡的朋友要量力而行，能减则减，能短则短，能不插话就不插话，该进礼数就进礼数，礼数到了就可以退，不要长时间停留在枯燥怨怒很重的环境里。因为属鸡的朋友下半年很容易受气场影响，你看起来精神还好，其实精神会被耗，你回家后可能睡不好，容易心烦，容易想太多，容易反复回想别人说的话，久了以后判断就乱，身体也会跟着提醒你头紧、眼酸、胸闷、胃不舒服、睡眠浅，这些都不要硬扛，身体给信号就是叫你停下来。第二个要少停留的地方，反而更容易被忽略，那就是你以为很熟、很安全，却长期消耗你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可能是某亲戚家，可能是某个固定聚会，可能是工作里某个小圈子，可能是常去的店，可能是老朋友之间习惯性的抱怨场，也可能就是你每天待着却让你越来越累的环境。它不像第一个地方那么吵，也不一定有明显冲突，它最可怕的地方是你已经习惯了，习惯到你不觉得它有问题。属鸡的朋友下半年最大的隐患就是在熟悉里放松警惕。你以为认识多年不会害你，你以为天天见面不会出事，你以为都是自己人说话不用防，可很多消耗正是从自己人开始，不是别人一定有坏心，而是他们的情绪、问题、抱怨、债务、家庭纷争会慢慢压到你身上。有些人每次找你都是来倒苦水，你听一次觉得应该，听两次觉得可怜，听久了你的心也跟着沉。你明明没有遇到那些麻烦，却被他的话拉进忧虑里。你明明日子还能过，却因为听多了怨气，开始觉得哪里都不顺。属鸡的朋友下半年要少做情绪垃圾桶，你可以关心别人，但不能让别人每天把不安倒进你心里。有些地方表面很熟，实际气场已经变了。以前去那里很轻松，现在去那里回来就累。以前和那群人聊天很开心，现在聊完只剩烦。以前你觉得那是人情，现在你觉得那是负担。只要你有这种感觉，就要认真听。下半年属鸡的朋友直觉很重要，身体和心的反应比面子更可靠。这个熟悉的地方也可能是工作场，你每天都在那里，觉得没办法避开。可你要观察，那里是不是长期有人抱怨，是不是责任不清，是不是有人犯错总要你收拾，是不是别人把难题丢给你，却不给你相应的尊重。属鸡的朋友下半年不怕工作忙，怕的是忙错方向，怕的是替别人背锅。如果你在一个地方总是被催，总是被挑，总是被比较，总是被要求马上回应，那这个地方对你就是消耗，不一定马上离开，但要开始调整，少说自己的计划，少透露自己的钱财，少答应额外责任，少参与背后议论，把边界划清，你的气才守得住。老朋友们要明白，熟人多的地方不一定安全，因为熟人最容易用情面开口，陌生人叫你帮忙，你会防；熟人叫你帮忙，你会不好意思拒绝。陌生人说一个机会，你会查；熟人说一个机会，你可能因为相信他就少问几句。偏偏下半年属鸡的朋友最怕少问这几句，有些事坏就坏在一句我们都这么熟了。越熟越要把话说清楚，钱要写清楚，责任要讲清楚，时间要定清楚，谁负责什么要分清楚，不要怕伤感情，真正好的感情经得起清楚。只有不清不楚的关系才怕摊开讲。下半年属鸡的朋友想平安，就不要把人情放在规矩前面。第二个地方的消耗是慢的，它不会马上让你出事。
而是一点一点把你拖累。先是睡不好，再是心烦，再是做事没耐心，再是看人看错，再是钱财流失，再是身体提醒。等你发现不对，可能已经过了很久。所以我一直说，下半年属鸡的朋友要早一点醒，早一点退，早一点整理身边的环境。你要问自己，哪些地方我每次去完都很累，哪些人我每次见完都心情差，哪些关系我一直付出却没有得到尊重，哪些场合我明明不想去，却总因为面子答应，把自己写在心里，慢慢减少。不是突然翻脸，也不是一刀两断，而是把自己的时间、精神、福气收回来。属鸡的人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很重视别人怎么看自己。你不想被说小气，不想被说不近人情，不想被说冷淡。可是下半年你要记住，面子不能保命，清醒才能保平安。你今天为了面子多扛一点，明天可能就要为了麻烦付出更多。真正疼你的人，不会因为你拒绝一次就怨你，会因为你拒绝就翻脸的人，本来就不是你的贵人。下半年属鸡的朋友的贵人，不一定是天天和你热闹的人，真正的贵人是让你心安的人，让你做事更稳的人，让你少冲动的人，让你愿意休息的人。那些只会催你、拉你、逼你、怨你、耗你的人，就算认识很久，也要保持距离。说到这里，有些老朋友可能会有点担心，觉得我是不是下半年什么地方都不能去，什么人都不能见？不是这样。运势提醒不是让你逃避生活，而是让你分辨轻重。该去的地方可以去，但不要久留；该见的人可以见，但不要深陷；该帮的忙可以帮，但不要替人背命；该说的话可以说，但不要争到丧气。属鸡的朋友下半年真正要避开的不是地点本身，而是那种混乱、冲动、纠缠、消耗气。一个地方让你清楚、平静、舒服，做事有条理，那就是好地方。一个地方让你急、乱、烦、怕、累，那就要少靠近。你的身体会告诉你，你的心也会告诉你，不要忽略这种感觉。下半年对属鸡的朋友来说，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钱财方面要稳。你平时很会算账，也很在意得失，可下半年容易出现一种情况，就是小钱不断流出，大钱又被人情牵动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表面多，合起来就伤元气。尤其是熟人借钱、亲友合伙、朋友推荐投资、别人让你先垫，这几类要特别谨慎。你可以帮人，但要在自己承受范围内；你可以借钱，但要当作可能收不回来；你可以合作，但要白纸黑字；你可以听机会，但要留时间查清楚。不要因为一句相信我，就把自己的生活压进去。下半年属鸡朋友的财不适合冒进，适合守，适合亲，适合慢慢来。感情和家庭方面也要少争一口气。属鸡的朋友下半年容易因为话直伤人，尤其面对伴侣、子女、兄弟姐妹的时候，你心里是好意，嘴上却可能太快。你觉得我只是提醒，他听起来像责备；你觉得我只是说事实，他听起来像否定。下半年家里要平安，属鸡的朋友要学会把话放软一点。遇到家人做错事，不要马上翻旧账；遇到晚辈不听话，不要立刻硬压；遇到伴侣情绪不好，不要马上讲道理，先让气降下来，再慢慢说。家里的气顺了，外面的运也会顺。家里整天吵，外面的财也容易散。老黄历里常讲，家宅安，百事宽。这句话对属鸡的朋友下半年很重要。身体方面，属鸡的朋友下半年要特别注意休息，不要觉得自己撑得住就一直撑，
很多老朋友年轻时辛苦惯了，到了现在还习惯什么都自己来，可是下半年火气重，心火，眼睛、血压、睡眠、肠胃都要留意。这里不是叫你害怕，而是提醒你，有小不舒服就早点处理，别拖，该检查就检查，该休息就休息，该少熬夜就少熬夜。属鸡的朋友最容易嘴上说没事，心里其实已经很累，你不愿麻烦别人，也不愿承认自己需要休息。可是下半年你越硬撑，越容易在关键时刻掉链子。真正有福的人，不是一直扛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放下。身体是本钱，精神是灯火，灯火稳路才看得清。现在开始，属鸡的朋友要做几件很简单但很重要的事，把热闹的局减一半，不是不合群，而是保气。能不去的局就不去，必须去的局就早点离开，去之前先想清楚。今天我不谈钱，不评理，不答应重大事情，带着这个提醒去，你就不容易被人拉走。把熟悉的消耗圈清一清，谁让你长期心累，你就少联系一点，哪里让你回家后不舒服，你就少停留一点。不要解释太多，也不要内疚，你只是把自己的生活调回正轨，把钱袋子收紧一点。下半年不适合冲动花钱，也不适合为了面子大方。钱在自己手里是安全感，钱流到不清楚的人和事里，就会变成烦恼。属鸡的朋友要记住，守住钱也是守住气，把话说慢一点。尤其是生气的时候，不要马上回，别人挑你一句，你先停3秒，别人激你一句，你先喝口水，别人逼你表态，你就说让我想想。很多灾不是大事造成的，是一句急话点起来的。把退路留好一点，凡事不要只准备一种方案。工作上有备选，钱财上有余地，人情上有边界，出行上有安排。下半年最怕一条路走到对才发现没法回头。属鸡的朋友只要有退路，就不怕变化。老朋友们，这些做法不难，难的是你愿不愿意改掉过去的习惯。过去你可能觉得做人要讲义气，别人找我，我不能不管。过去你可能觉得，既然我看得明白，我就该出来说。过去你可能觉得大家都熟了，没必要分那么清楚。可下半年不一样，属鸡的朋友必须把自己放在第一位。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不是自私，你平安了，家人才安心；你气顺了，财才留得住；你心稳了，才不会做错决定；你身体好了，才有力气照顾别人。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守不住，帮再多人也会变成消耗。下半年有几个时间点，属鸡的朋友要特别稳。夏末火气还重的时候，少发脾气，少熬夜，少做冲动决定。秋初精气起来的时候，容易想整理，也容易想算旧账。这时候要多清理环境，少清算人情。年底前事情多，人情多，开销多，更要把钱和时间安排好，不要为了热闹把自己累坏。遇到不顺，不要马上认为自己运不好，很多不顺其实是在提醒你换方向约不成的人，可能本来就不该见，谈不成的合作，可能本来就不稳，去不了的局，可能是帮你避开麻烦。属鸡的朋友下半年要学会顺势，不要每件事都强求。如果有人突然来找你诉苦，要你帮忙做决定，你先不要急着给答案，你可以听，但不要替他选；你可以劝，但不要替他担；你可以帮一点，但不要把自己的路搭进去。别人有别人的功课，你有你的福气要守。如果有人拉你进一个很热闹的赚钱机会，你先问清楚3件事：钱从哪里来？风险谁承担？出了问题谁负责？只要这3件事说不清楚，
再热闹也不要碰。真正的机会怕错过吗？怕。真正怕错过的，往往是被人包装出来的陷阱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最近越来越烦，看谁都不顺，晚上睡不稳，白天心里急，那就说明你已经被外面的气牵动了。这时候不要再去人多的地方，不要再听太多抱怨，也不要再做重大决定，先把自己的节奏调回来，走路晒太阳，整理房间，少看让你烦的消息，吃清淡一点，早睡一点，气稳了，判断才会回来。下半年属鸡的朋友也适合做一些清理，清理家里堆太久的东西，清理手机里让你心烦的群，清理那些只会消耗你的联系，清理不必要的承诺。家里越清爽，心里越清爽，心越清爽，运就越容易回到正轨。有些老朋友问，能不能佩戴什么，摆放什么来转运？民俗上当然有人会用一些吉祥物，可我更想告诉你，最好的转运不是买东西，而是少去错的地方，少见耗你的人，少说丧气的话，少做冲动的决定。你把这些做好，比什么都强。吉祥物只是提醒，真正改运的是你的选择。下半年属鸡的朋友要多靠近3种地方：安静的地方、干净的地方，让你心里舒展的地方，比如清晨的公园、阳光好的客厅、整理干净的卧房、气氛平和的庙口或老街，能让你慢下来的人家。这些地方不会催你，不会逼你，不会把是非塞给你，你待在那里，心会慢慢稳。也要多靠近3种人：说话平和的人，做事有分寸的人，不乱借钱，不乱许诺的人。下半年你的贵人不一定很会说好听话，但他会让你安心，他不会一开口就要你帮忙，不会一见面就倒苦水，不会用情面帮你。这样的人值得珍惜。属鸡的朋友下半年有一个很大的机会，就是把过去乱掉的关系整理清楚。以前你碍于情面不好拒绝，下半年可以慢慢学会拒绝。以前你怕被人说，所以硬撑，下半年可以学会减少。以前你总想证明自己，下半年可以学会不争。只要你做到这些，下半年不但能避开麻烦，还可能迎来真正的清净和转机。我讲的所谓关口，并不是说一定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，它更像是一个分岔路。你走进热闹混乱，就容易失控；你停在熟悉消耗里，就容易慢慢下沉。你若提前避开，懂得少说、少扛、少冲动，那么这个关口就会变成提醒，变成转弯，变成让你重新稳住的一次机会。老朋友们一定要听进心里。下半年属鸡的朋友最怕的不是没好运，而是好运被自己耗掉。你本来有福气，可你把时间给了不值得的人。你本来有判断，可你被情绪带乱。你本来可以平安，可你为了面子去了不该去的局。你本来可以守财，可你为了熟人答应了不该答应的事，这些才是要防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给自己定个规矩：凡是让我心乱的地方，我少去；凡是让我压抑的人，我少见；凡是让我立刻掏钱、立刻签字、立刻表态的事，我先停；凡是没有退路的选择，我不急着做。这个规矩一立起来，下半年你的气就会稳很多。也请属鸡的老朋友们不要怕拒绝，拒绝不是伤人，拒绝是把界限说清楚。你可以温和，但不能没有底线；你可以善良，但不能让别人随便消耗；你可以重情，但不能拿自己的平安换别人的方便。
下半年真正适合属鸡朋友的路是稳中求进，不要贪快，不要贪大，不要贪一时热闹，能慢慢赚的钱比突然来的钱稳，能慢慢修的关系比表面热情的关系真，能让你睡得安稳的选择比让你兴奋一时的选择。好，如果你已经去过那些热闹混乱的场合，或者已经待在一个让你长期消耗的熟悉环境里，也不用慌，现在知道就还来得及调整。你可以从减少次数开始，从缩短停留时间开始，从不再接别人的情绪开始，从不再答应模糊的请求开始，一步一步退出来，气就会慢慢回到你身上。如果你已经答应了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，也不要硬撑到底，能重新谈就重新谈，能写清楚就写清楚，能退出就退出，能降低损失就降低损失。不要因为怕丢脸，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。属鸡的朋友，下半年最重要的智慧就是及时止损，在家里也要给自己留一片安静的地方，哪怕只是一个角落，一张椅子，一盏灯，每天给自己一点时间，不听别人抱怨，看让你心烦的消息，不想乱七八糟的人情。你只要安静坐一会儿，让心落下来，就会发现很多事情没有那么急，很多人也没有那么重要。属鸡的老朋友们，下半年不是不能有好运，而是好运要靠你守住嘴，少惹口舌，守住心，少被牵动，守住钱，少被人情拖走，守住身，少过度劳累，守住家，少把外面的气带回来。你把这5样守好，很多麻烦自然进不了门。有人说命运是不是早就定了？我想说，真正懂得提醒的人，不会叫你认命，而是叫你改路。黄历给我们看的不是恐吓，而是节气与人心的变化。知道火旺就少添火，知道金受炼就少硬碰，知道下半年容易乱，就先让自己稳。你稳了，很多事就乱不到你身上。最后，我把今天的话收回来，给属鸡的老朋友们记牢：下半年少去第一个地方，少去人多声杂、情绪极端、是非众多、催你决定的热闹场。那里最容易让你冲动，让你插手，让你被牵连。你不是没本事，而是没有必要把本事用在别人的乱局里。下半年少停第二个地方，少停那些熟悉却消耗你的环境，那里看起来安全，其实会慢慢耗你的心，耗你的财，耗你的判断。越熟的人和地方，越要有界限，越不能因为不好意思就什么都答应。下半年多做3件事：少说急话，少扛闲事，多留退路。凡事慢一点，清楚一点，白纸黑字一点。你不需要证明自己多强，你只需要让自己平安，让家里安稳，让钱财不乱，让心神不散。老朋友们，今天这篇提醒不是为了让你害怕，而是为了让你早点醒。属鸡的朋友，下半年真正的转运不在远方，就在你每一次拒绝不该去的局，每一次离开让你心累的人，每一次把话放慢，每一次把钱守住，每一次给自己留退路。如果你觉得这番话提醒到了你，也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点个赞，在评论区留一句万事谨慎，平安顺遂。我想问问各位老朋友，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让你一见面就心累的人？你打算怎么处理这种关系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愿属鸡的老朋友们，下半年避开混乱，远离消耗，心稳财稳，家宅安稳，遇事有退路，出门有贵人，日子越过越清爽，福气越守越厚。